说藏语、穿藏服，乍一看好像是藏族同胞，然而实际上他们只是一群无国籍、无土地的流浪汉，在外面流浪了200多年，而他们就是达曼人。这么多年来，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纳他们，直到2003年，他们才被我国领养。如今也过去快20年，这群流浪者的生活究竟过得怎么样了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达曼人居住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沟达曼村，位于我国边境，距离尼泊尔不足30公里远。村子不大，只不到200人，而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上百年之久。当初误入的官员看到这么一群穿藏服说藏语的人，还以为是藏族同胞，结果仔细问才发现，这些人居然是没有国籍的黑户。真要说他们是什么人呢？应该是尼泊尔人。达曼在藏语里的意思就是骑兵，而他们的祖先则是来自库尔喀的骑兵，库尔喀则是现在的尼泊尔。在18世纪，这可能是库尔喀的高光时刻，国土面积不仅是尼泊尔的3倍还要大，而且那个时候虐的已经是体无完肤自信心那叫一爆棚。不仅没有把大清打在眼里，还打算去我国西藏打的秋风，顺便把这块地抢过来。那时传递信息都慢呢，再加上又是不讲武德的偷袭，一开始库尔喀入侵是挺顺利的，一路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等清朝知道后哪里忍得住当即就派兵杀了过去，打得库尔喀是屁滚尿流。而这时就有一支骑兵部队逃跑的时候迷了路，等打完仗后想回又回不去，想加入中国呢又不被信任，就只能在边境流浪。达曼人究竟有多惨？祖先入侵中国，不仅打了败仗，逃跑又迷了路，想回家吧又不被本国人接纳，想加入清朝，一群外来入侵者，清朝根本理都不带理一下的，所以没办法，只能在我国疆域附近流浪。而这一浪就是200多年，因为是黑户，达曼人没有住所，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，经济来源全靠给别人打零工。条件好点的，不用茅草搭个破窝棚，虽然漏水又透风，但这却是一家10几口人的小家。再说了，更多达曼人连个破窝棚都没有，只能借着给人打工的机会住在别人的牛棚里，住的不行，吃肯定也是吃不饱的，只有活干才可以勉强混个温饱，没有就得饿肚子。所以很多时候哪怕生病了，达曼人也要强撑着起来干活，不然不仅没吃的，甚至可能会被人家赶出来。至于读书写字，那更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。先不说达曼人有没有钱，付不付得起学费，况且他们还是一群没有国籍的流浪汉，学校就算有心也没办法收留他们读书。其他各种福利政策更是想都不用想，看着藏民邻居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自己的未来却是一片黑暗，他们别提有多羡慕了。他们也想获得中国国籍，成为中国人，本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儿，毕竟流浪了200多年都没有接纳他们，现在估计也不可能。但谁也没想到，达曼人意外被官员发现，而我国呢也积极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在2003年，达曼人不仅被编入藏族，还获得了中国国籍，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孩子。流浪了200多年的达曼人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中国国籍，不再是黑户。如今时间也过去近20年，他们的日子究竟过得怎么样呢？过去达曼人居无定所，哪怕条件好点也是住破烂的茅草，但现在不仅家家户户住成了新房，而且国家还给他们都分配了土地用于耕作，还教他们种植玉米等各种经济作物，让他们有稳定的经济来源，不再挨饿受冻。不仅生活变好了，达曼人也能享受到各种政策，比如说义务教育。在2017年，达曼人迎来了自己历史上第1个大学生。要知道，在20多年前，别说大学生了，连教育读书是什么他们都不知道。而且现在达曼人能读书，能参军，能做各种事情，不再流浪，也不再无依无靠。这种生活放在20多年前，达曼人哪怕做梦也压根想都不敢想啊！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带来的。从接过中国国籍的那一刻，达曼人就知道自己从今以后就是中国人。每一个达曼人内心都充满了对祖国的无限感激。如果你来到达曼村，就会发现每家每户的门前都挂着一面5星红旗，因为在他们心中，中国就是唯一的祖国，5星红旗就是他们的图腾。加入中国也是他们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。为了保护祖国，入伍参军，保卫边疆，是达曼村最受欢迎的一件事。因为中国让他们奔小康，他们也想为祖国献一份力。流浪了200多年才找到归宿的达曼人，如今早就成了中国不可或缺的一份子。希望他们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幸福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俺来个点赞、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